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的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空中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却来，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讽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本周影片一开始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聊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这一题也是去年3月我有做影片跟各位分享过的，蓝白联手要降低中配取得台湾身份证门槛，从6年调降成4年的事情。今年才刚开始，他们又要卷土重来了。不过大家先别气馁，会让他们卷土重来，就代表上次各位有加入反对的朋友们，大家的抗议没有白费。因为去年会期的该提案确实被暂缓了。那阵子很多民众去跟蓝白抗议，不管是打电话到他们服务处，还是去那些立委脸书粉专下面留言反对，都是有用的。加上后面的上街示威，蓝白立委是有被民众们激烈的反应吓到，所以后来也有说一点。那在民意的支持下，最终加上民进党用复议，所以在上个会期才暂时没被通过。但眼见风头过了，就在本周，国民党又再次提起此案，要过这件各方面都会侵蚀台湾的恶法提案。名单放在这边啦，各位看清楚，国民党重提这法案政策，表面上说是为了所谓的人道关怀，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赌局，更是中共长期统战策略的延伸。说是人道关怀，但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中配相较于其他外籍配偶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中配不但不用放弃原有的中共国籍，也不用规划考试，定居后中配的直系亲属还可以申请依亲来台定居，甚至用健保。8种的统战纪录片都拍出来中共对台统战证据了。现在面对敌国要侵略台湾，还要放宽中配拿身份证年限，反了吧？应该要取消中配投票权，这不是歧视，是你的母国在威胁台湾。中配如果要享受民主自由，就应该要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制度。而且数据就摆在那，看一下中配依亲来台有多少。现在会这么优惠，6年就能拿到，也是之前马英九改的，已经被国民党缩短过一次了，现在还要缩短，这是不是要帮敌国洗人口？而刚说的这些依亲来台的中国人是能用你台湾健保的，这不只是增加健保负担，台湾目前的医疗环境光应付台湾人就已经很紧张了。等这法案通过后，等同加速开放中国人依亲来抢你台湾医疗资源，像香港的医疗资源被中国人抢光后，你在香港要看骨科最久要等3年半，要挂眼科得等3年才有，这就是被中国人抢医疗资源的后果。香港接受医疗服务的时间要等超久，完全不是已经被健保宠爱过的台湾人可以想象的。假设你在台湾小感冒好了，去看耳鼻喉科，了不起等半小时左右就能得到治疗。当然，要是你去大医院看热门医科门诊，是有可能得等至少2周左右。但如果这样你就觉得很久了，那看看被中共残害过的香港，因为医疗资源太紧绷，在香港看病，病人会被分成3个等级，分别是紧急、半紧急、稳定。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被医生认定为紧急的话，根据香港医院管理局自己公布的数据，你想看耳鼻喉科最久要等95个星期，等于你挂号完要等1年10个月后才轮到你。即便你的病情是被分类到最紧急的状态，但如果前面排队的人很多，那也要等1星期才能得到治疗。那如果你在香港要做其他医疗检查项目的话，那要等更久。各位朋友，这如果不是你要的生活，拜托各位重视这议题，请抵制蓝白，不要让他们在国会作妖，请反对中配洗人口法案。我们面对中共对台侵略，此情此景，要放宽中配4年就取得身份证，绝对不适合。我再举一个香港的例子，中共当初怎么洗香港人口的？是利用港澳通行证，每天输入150名中国移民到香港，短短数十年间，香港的本地人口比例就迅速降低。这些到香港的新移民，大多数也都支持北京提出的政策，因此逐渐稀释了香港的民主声音，让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而虽然名称上是写港澳通行证，但实际上申请人在申请领件时，必须注销他们原先在中国墙内定居地的身份，因此这票人是不会也不能再回到原本的定居地的。也因为这种有去无回的特点，又被当地人称为单程证。而这种单程证制度，本质上就是中共控制移民流入香港的工具。中国居民若想移居香港，需要中共批准，这也意味着中共可以
以选择其符合政治目标的人进入香港。这些人到香港后，会与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断层，不仅不支持香港原有的民主抗争，更成为中共在香港舆论的支持者。当年的香港本土抗争者努力捍卫自由与自治，但在中共持续的人口洗牌下，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被亲中势力压制，失去原有的自治光芒，成为中共控制下的普通城市。听完香港的例子，再看看蓝白正在做什么，就是在积极配合中共洗人口计划，会让更多中配在台湾有投票权。这种洗人口套路，如果让中共在台湾成功复制贴上，届时数以万计的中国配偶将更快速地成为台湾公民。中配的政治立场也非常可能受到中共的影响，毕竟是接受中共洗脑教育长大的。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中配嫁来台湾之后，积极配合中共统战拍片的。我们一直都是在祖国的土地上，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炎黄子孙们共同的愿望。那些从中作梗的人，要么是西方政客洗脑的对象，要么是间谍，要么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华儿女，誓死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还有中国国营媒体经营的台湾网在帮忙宣传，你说这没生代任务，我是不信。即便有些中配是清醒的，不愿配合中共，但共党依然可以利用中配还留在中国的家人来威逼利诱。那等这些新台湾人加入选举后，将对台湾本土意识造成无法逆转的冲击。请各位想象一下，一旦这些新增人口逐渐改变台湾的选举结果，那未来台湾的政策是不是将会更偏向亲中共立场？未来台湾本土派系的人也很难选赢了。中共正在利用我们台湾人的民主击败我们台湾人，他想要台湾像香港一样逐步被渗透、被吞噬。中共的统战手段无孔不入，从媒体到经济渗透，现在甚至直接从人口结构下手。这就是一场看不见烟消的侵略战争。面对这样的威胁，所有台湾人都必须重视。这不仅是移民政策的问题，而是攸关台湾主权存亡的大事。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变相的统战手段，不然台湾可能会因此进入一个难以逆转的次化阶段。全体台湾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对这种洗人口法案说不。请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土地，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听我说到这边，要是你也认同的话，刚前面有提到的国民党立委名单，如果有你选区的，请打电话去他服务处，去他粉专留言反对也行，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都说到国会了，顺便讲一下另一件事，民众党黄国昌现在要把法务部的打诈宣传经费全删了，还有国防军事装备及设施一律删除3%。先前财划法3读通过后，蓝白已经从中央抢走3753亿。现在接着看这2个提案，各位应该清楚明白，蓝白已经不是理性审查预算，他们不在乎台湾政府能否顺利运作。那这是为什么呢？各位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但总之，这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让蓝白用这种破法案拖垮台湾。不然现在国际上是很挺台湾的，美国总统拜登更是在卸任前推动一个新法案，要将 AI 晶片出口分为3级管制，台湾就被列为第1级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名单中，赞啊！而中国包括香港、澳门、俄罗斯、北韩等国都被列为第3级，禁止对这些国家出口先进人工智慧晶片。除了延续过去晶片禁令之外，还增加了封闭式 AI 模型权重，也就是扩及到软体的部分都纳入管制。看到跟台湾断交跑去舔中共的尼加拉瓜政府也被列为第3级，暖心。是说美国把台湾列为名单中第1级不受限制的国家，这也算是跟中国一种呛虾了吧？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本来很爱看粉红特报的，结果这边也沦为侧翼了。不是别人沦为侧翼，是你智商不到11，讲话都在放屁，早已看穿你的把戏。你少来了，还想装我观众哦？要装的话，会员至少先加一加吧。而且反共不叫侧翼，这叫普世价值。有良心的人都该加入反共。我影片会骂到蓝白，也都是因为他们做的破事会帮助到中共侵略台湾。不然蓝白在那边删国防预算，怎么没看你出来讲？一直讲中国剪断海底缆线有什么用？台湾都不敢做什么，只会用嘴讲废话而已。有本事台湾也去做一样的事情啊！只会马后炮，什么都不做，出兵呀！台湾不敢吗？又抓到了，小粉红又在装台湾人。大家注意哦，前面打繁体，最后面没切换好，又突然变简体，可怜的小粉红。而且我跟你说啊，切断中国海缆的效益不大，因为中国网络有墙啦。小粉你们本身就在用中国内网了，你连来我 YouTube 留言都要翻墙，是忘记了是不是？海缆主要是传输对国际的讯息，切你们海缆，你们又没感觉，只会觉得墙加厚了。而且台湾又没有要侵略中国，怎么会是我们先出兵？要说马后炮，反而是你家中共武统喊了75年，你怎么好意思提这个？不然你现在就去北京上街抗议喊武统啊，你就叫习总出来面对啊！你敢，我还敬你是条汉子啊！如果不敢哦，就当好你的韭菜。没有实际证据你就坐实是中国做的。上次聊
聊海缆的事情。其他国家都吃过中国同样套路，连德国国防部长也觉得中国是故意的。你是文盲还是有眼疾，还是网络流量不够看不到那段？以为抓不到你了吗？还在幻想抓我？你要抓，赶快！我说了几次了，我欢迎小冯你们找公安举报我，去给公安看我 YouTube 影片啊！你看看谁会先被抓？我支持你去举报。越来越喜欢波特王，本来很讨厌，甚至到诅咒的地步，但我持续将近看了你3年的影片，逐渐地，然后又到是完全对你大改观。你常常爆料中共用什么方法渗透到台湾，以及告诉提醒台湾人哪些人可能是中共内应，我就觉得你做得非常好，感谢波特王守护台湾，谢谢你的抖内啊！但你过去这么讨厌我，却还能持续看我3年的影片，是不是爱上波特老师了？不过你过去会讨厌我这说法，可能有代表你被中共大外宣影响到，但恭喜你请来了。我这几年一直坚持做这单元目的就是破解中共大外宣，避免台湾人受骗，避免台湾人被中共认知作战。但这样的话题本身其实是很生硬的，所以我就要想办法让这种题材变得有趣，也才有片头曲，都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人来观看，了解这些议题。波特老师在这方面也是做了不少努力啊，相信我也算蛮幽默的。是说看到你这留言，我觉得很好，刚好可以当做一个案例，因为网络上常会有一些霸气酸民在那边说拍片聊这个有什么用？说要就签下去啊！连小冯也会讲这些话，但事实上我拍这些还真的就是有用，而且媒体的影响力啊，连中共都很清楚，不然中共哪会花钱买一堆网红做大外宣，对不对？那些酸民怎么不去骂中共拍片干嘛？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讲这种话的，说的好像只有签下去才是唯一解放的论述，那一种人他本身只是想要减少台湾反共的声音而已，所以不用理会。你还可以反过来问他们，照你的逻辑，你要舔共怎么不先放弃国籍再舔，以此来堵他们嘴？每个人的赛道都不一样，像邓丽君生前也反共，而她表演时也会表明自己反共，借此宣扬反共立场。那当时会有人叫她签下去拿枪打共匪吗？不会嘛！每个人在他能做到的事情上面努力，发挥他的专长与影响力，去让自己身边更多的人意识到要团结反共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而国军当然也重要，所以我才也会公开表态支持国军。国防预算被30，我也会公开替他们抱不平。但职业军人有办法像我们这种网红常常拍片，公开大聊这些时事议题吗？当然是不行啊！职军的形象是专业、严肃又低调，他们穿上那身军装后，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形象，不能乱开玩笑。所以我才说赛道不一样，大家各司其职。不过如果有酸民要嘴硬跟我说军人也可以这样拍片，那我敢说你一定没当过兵。想请教有什么资讯来源能推断出民众党亲中？你不如告诉我民众党哪里不亲中好了。我过去讲过很多，但显然你都没在听。可是就算你没听我讲，光上次大选柯旁边站着邱毅、毛嘉庆、蔡正元这些亲中人士，你都看不出来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加油。而你的问题啊，也不用我来说了，我带你看一段近日最新揭露的自白影片，是承认柯文哲进总募款前执行长的郑淑馨。这位是从柯文哲从政选市长之前就已经跟他认识的人。他自白揭露当初是怎么被柯文哲欺骗，并声称柯文哲是史上最大政治诈骗犯。而且影片中表示，2014柯文哲一当选之后，就开始积极寻找能帮他跟习总牵线的中间人，并说一开始对接窗口是找到云林的乌钢大王廖万荣，后来又牵线到一位沈庆清的友人，跟习总更熟，那人就是奥会主委吴金国。一起看一下这片段。没想到这个2014年他当选之后，这个2015年因为有双城论坛，他就密集的开始想要接触这个习近平的对口。那他就有一天他有借我们凯校的办公室，他说要见一个云林人。那当时我们就刚好是假日嘛，我还特别来办公室然后那个让他跟那个云林人是单独在我们的贵宾室里面这个谈。那我们当时不以为意，以为就只是聊一聊嘛那后来在最近去年的时候，这个1亿2000万豪宅爆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乌钢大王云林的乌钢大王，他这个廖万荣，他当时在这个厦门的副市长习近平很熟。那习近平他上位之后，还有邀请廖万荣去跟他爬山。我才知道说，哇，他真的有找到习近平的对口所以我在跟商界有人提到这个事的时候，商界有人说廖万荣小咖的啦他出手不是很大方真正大方的就是沈庆清的一个友人就是奥会主席吴金国他才是真正跟习近平的直接对口。2018沈庆清
在这个他当选之后，这个双城论坛可以坐上主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帮他做那个习近平的牵线的主要重要之一。那你觉得这样算不算亲中？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亲中了，已经是准备要把台湾卖了。这段自版影片全长有11分钟啊，但碍于时间关系啊，我就放2段重点给各位。最后带各位看这段他怎么评价柯文哲的。因为在蓝白两党的这个就是合力下啊，这个让台湾的民主宪政这个倒退到40年之后，已经是在老立委时代才有举手表决的这种现象，居然在这个2024年在国会殿堂发生。民进党立委啊，还被打到这个流血，然后轻一点会然后住院，让我们很痛心。台湾的民主宪政在蓝白合作之下毁宪乱政。我们以前挺柯文哲是挺他清廉、公开透明，后来就看他一屁股烂账啊，然后这个金流乱七八糟，然后什么钱都拿，这个是我们要支持的柯文哲吗？柯文哲不止窃国，还卖国，让国家毁宪乱政，然后践踏司法，让我痛心至极。我很想以死谢罪，当然也是没什么办法啦，我只能把这个柯文哲真实的面貌讲给大家听。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影片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我是波头王，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者用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